叔叔，我要这些。哎，好嘞。看看啊，叔叔，我还要这个气球。哪个？这3个我都想要。这3个。叔叔，我还想要这个熊。好嘞。小朋友，你家里人呢？拿那么多东西，你拿得了不？我当然拿得了啦。204。我可没钱。没钱你捣什么乱？你带我去广播室，自然就有人把钱交到你手上啦。不用去广播室了。小艾阿姨，多少钱啊？204。来，谢谢。谢谢。你欠我204。我告诉叔叔，让叔叔还给你不就行了吗？那我也告诉叔叔你自己乱跑，让我找不到你。你觉得他会帮你还钱吗？你不要告诉叔叔。那你答应我3件事情，我就不告诉他。哪3件事情啊？第一呢，你要答应我，你再也不许乱跑。如果你被坏人抓走，你就再也见不到叔叔，也见不到阿宝了。那后面2件事情呢？后面2件事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你想好就好了。谢谢。走。走！看，看怎么样？可以。啊，可以了 ，OK。来，兄弟，来，辛苦，还好吧？鑫哥辛苦，是这样啊，明天特意给您安排的是文戏，您也可以休息休息。老姜，不劳您费心了，苏苏今天就回去了。啊？后面的剧本呢？昨天苏苏连夜把它看完了，觉得还是不够满意。老姜，这个问题我跟你沟通了很多遍了，看来是没引起你们重视啊。不，鑫哥的意见我们非常的重视，就是鑫哥这本子实在是不好编呐。不好编，我来替你编。什么时候编好了，我再来演。不是，鑫哥，哥，您是我亲哥行吗？啊，说，我听我给你解释。哎，老姜，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发生了什么你我心知肚明。你看啊，苏苏有情绪，我特别理解。如果勉强让她在剧组待着也没意义，对吧？不如让她回去啊，调整一下心态，我再好好劝劝她。你的立场呢，我也懂，未来咱还得合作呢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您提条件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全办，行不行，皮特哥？别动，蚊子，走了啊。你就是蚊子，吸血鬼。原来你们家就住在我们家旁边啊！我都说了，朱莉阿姨总是来我们家。请你转过去，我要输入密码了。行。小艾阿姨穿拖鞋。啊，小布丁。你晚上想吃什么？反正我不想吃炸鸡，因为奶奶说过炸鸡对身体不健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先去换衣服、洗洗手，晚饭马上就做好。乖。好吧，那我就先去换衣服啦。记住关门啊。好。这点小伎俩想吓到我，我可不打算跟一个小恶魔一起共进晚餐哦。我才不要跟你共进晚餐呢！我宁可饿着也不要换掉这身衣服。哇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么有个性。朱莉，我在回家的路上，你等我回来再走啊。你们都什么情况啊？每回都让我来教你们怎么做，我都怀疑我留你们的意义是什么呀？找个公司女艺人发微博，就说那天她去探班，我也会出来解释的。
就说我当时也在房间里，我这个行车记录仪可以对外公布啊。当时我的车就停在酒店的停车场，你们要抓住朋友来探班这个点做，就这。苏苏，你说敏娜这也太不小心了，在公众场合对你搂搂抱抱，惹出多少麻烦？你说他想害我，可以直接说。苏苏，我这都是为你好，咱们才是一条船上的。你是怕他回来跟我谈恋爱吧？之前你怕，用尽了各种手段把他赶走，现在是不是更怕？怕他回来跟我旧情复燃是吗？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呀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他真回来了，我就跟他结婚。那你不能感情用事啊！你也太高看我了。当年我哪有能力把他弄到好莱坞啊？真的是他想过去闯一闯。哎，咱今天不谈感情，只谈工作啊。你想想，你现在身上有几部片约，还有广告代言，这些都是要求你单身形象啊。一旦咱们违约，那赔偿金能把公司拖垮。你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影响到同事，我想这也不是你不想看到的。哇，好香啊！你的晚餐呢？在这里。我的晚餐呢？在这里。好好吃啊！哦，对了，小不点，你们家洗手间在哪儿？一楼的洗手间坏了，你得去2楼洗手间。哦，那我去上下洗手间，你不要动我的炸鸡哦，这是我的晚餐。哎，你是不是想吃啊？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3件事情？第一件事情你已经做到了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一个人也吃不完那么多，我想要你去换件衣服，陪我一起共进晚餐，好不好？好，快去。苏苏，真的，我从来不干涉艺人们谈恋爱，更何况你对敏娜的感情，我是最了解的。但是咱们得从长计议，不能走错一步啊。我已经跟他说了，如果他在国外太难的话，你就把他签了。签敏娜，到时候多给他一些资源，怎么，不开心啊？你不用这副嘴脸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等我合同到期了，我去找愿意的公司。不是，苏苏，现在不是我愿不愿意，是他想不想回国啊？还是那句话，咱们得从长计议，先把眼前的工作做好。明天一早我让庆平过来接你，有几个客户你得见一见。最近不要跟我安排任何工作，我想休息。苏苏，你这是闹什么情绪啊？我有闹情绪吗？之前你在片场给我随意改戏，给我接乱七八糟的戏，我还没说你呢。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粉丝喷我，你开心是吧？你开心是吧？开心是吧？我承认那天在片场是我不对，我真诚地向你道歉。但是你不能因为之前的事儿影响到后面的工作吧？我这边可不好办啊。我不需要管你好不好办。快点开，我要赶上小布丁睡觉之前到家。哇，你房间好漂亮啊！那当然啦，这个是我的宇宙飞船，这个是我露营的地方，还有这个是我种的魔法树，它还会动呢。哇，好厉害啊！你这么厉害啊！啾啾啾啾啾，不许动！你别动，这个是有魔法的。你也是个哈利波特迷嘛？等我再长大一点儿，就能收到霍格沃兹的录取通知书了。所以我现在要先熟悉一下魔法棒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那如果你去魔法学校念书，那就变得跟哈利波特一样，
变成一个魔法师喽？那当然了。我弟弟啊，小时候也是一个哈利波特迷，我以前还帮他办过一个魔法派对。魔法派对。奶奶说魔法都是骗人的。你在忙什么？我在做作业，遇到了一点小麻烦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能够解决。你有图纸吗？有啊，在那个方块上。对不起，吵到你了。这哪儿啊？因为我不知道你家在哪儿，看你睡着了，不忍心叫你起来，所以就停在路边了。这个电话。你好，你出来啦？啊，明天我没有时间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位置，你自己找过来。要不要告诉你姐啊？那我知道了。好，先这样。完了，这个活宝出来了，没有安生日子了。朱莉，我回来了。快，我师兄回来了！快！去哪儿啊？你直走，我给你指路。哦，好。快点！怎么是你？这是我家！你家？你个变态！你碰到我家了，偷窥我！谁变态？谁偷窥你了？你出来！你别拉我窗帘！你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你别拉我窗帘啊！我的窗帘！我又坏了吧？师兄，不敢当，千万别叫我师兄。麻烦你赶紧把你这位偷窥狂的姐姐给我牵回去，记住咱俩之间的约定。你要再敢拦我家，我就报警！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我也是受害人。咱听你解释。姐，走嘛，先回家嘛，好不好？我没听错吧？您居然让我帮敏娜？这之前好像也是在这个房间，您跟我说她起了事，对咱们都没好处的。计划跟不上变化，你也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。苏星的新闻看了吧？看出那女人是谁了吗？
今天苏星明确跟我表示，想让我签了敏娜，给她资源，让她在国内发展。Peter 哥，我之前就跟您说过了，我要是能决定那种规格影片选角，我早把潘佳宁、陆毅伟什么的都推到海外市场了。我们公司同事不知道从哪里知道陆毅伟跟粉丝交往的事情，这个一旦要是传出去了，对他黄金单身汉的人设恐怕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佩佩，虽然我们两个不是一家公司，但是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朋友一场，我特别理解你的不容易，也希望你理解理解我。您真是个一分力都不让的商人。有件事情我不是很明白，还想让您指教指教。按道理说，现在让苏星离开剧组是特别不明智的选择。别说您这样的大经纪了，就是刚入行的小经纪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可您为什么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和苏星在工作上呢，他是艺人，我是经纪人。在生活上，苏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现在他被人恶意的消费，我怎么都要出面挺他。啊，我明天一早飞香港，我就不多陪您了。喂，琳达，明天一早放点消息，说 L 姓男星和粉丝暧昧，挑几张不清不楚的截图。哎，皮特哥，走啊！上个月星座的账单我已经发给您了，怎么样？虽然有盈利，但比起同期还是差很多。什么原因？一个是新哥的朋友来了，从来只是签单不结账；再一个，新哥敬的那批波尔图红酒，成本太高，所以开支有点大。知道原因就行，下个月慢慢改进。老规矩，60%进公司财务，剩下40%直接打到苏星的个人账户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好，去吧。小布丁，咱们中午是吃日料啊，还是吃汉堡啊？我回来啦，苏星，小布丁。哎妈，回来了。苏星，怎么突然间回来了？也不跟我说一声吗？布丁，我好让杏林去接你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不用，这是大众点评的高端旅行团。哎，坐这儿。哎呀，我坐哪儿不一样啊？沙发太软对腰不好。想你们在国外多待几天。哎呦，我还敢在国外多待几天呢？你又给我整出了一个什么大新闻呀？什么夜总会的神秘女人呢？周阿姨他们问了好多遍了，说是不是你的女朋友？这人到底是谁呀？我也看着有点眼熟呢啊！来，喝口水啊！我跟你说，就是公司同事呢一起聚谈点事儿，没想到就被那个心怀不轨的人给拍下来做文章来了，啊！正好公司又给我放起年假。哎呀！看来你答应我的这个完美保姆是还没着落呢吧？啊，看看这家里弄的乱七八糟的。奶奶，嗨，我的大孙子，来，让奶奶看看。哎呦，怎么都瘦了呀？礼物呢？什么礼物呢？你还没说想没想我呢？亲亲我再说。礼物在箱子里呢。一会儿奶奶给你拿啊！哎呀，告诉奶奶，你想吃什么，奶奶晚上给你做。小爱阿姨给我做太阳蛋，还教我烤饼干。小爱阿姨？什么小爱阿姨呀？小爱阿姨她做饭好好吃，她还会拼乐高，她还帮我拆气球，她还跟我讲《哈利波特魔法派对》的故事。苏星啊。
看来你还真给我孙子找了一个能降住他的保姆了啊！那你看看，缘分嘛，就找了一个人好，会做饭，而且特别会做家务。人呢？人让我看看。人买菜去了啊！哦，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到时候给你做一手拿手好菜，让你检验一下，好吗？那肯定的。快上楼洗个澡，风尘仆仆的，快点。对，走，跟奶奶上楼，奶奶给你拿礼物去。走，快去！来，我来。哎，行了，不用你了，那多沉。来，帮着奶奶拿这个。奶奶，我帮你拿一个箱子。不要说话，不要惊喜，不要想太多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你正式成为我们家的超级保姆，哦不，管家，超级管家。只要你服从我妈，照顾好小布丁，让我们全家乐呵呵的，月薪5万。你是不是昨天把脑子摔坏了？这是你承诺录给我的哦。可是你昨天私闯民宅，还害得我受伤，也就是说，你已经违约了。所以我不打算放弃对你弟弟的起诉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不来我们家当管家的话，那我就起诉你弟弟故意伤害。baby， 我的粉丝喜欢叫我 baby。子佳，说实话，我苏星上有老母，下有小不点，我们全家都需要我一个人来照顾。这些年，我因为事业的原因出门在外，很少陪伴他们，我内心很亏欠，所以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专业的保姆，哦不是，是管家，要去照顾他们，因为你有爱心，你有恒心，你有耐心，我希望你能够代替我，好吗？姐，你就答应我师兄吧。可是我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可以发微博澄清你作为疯狂粉丝这件事情，还你一个清白。真的吗？但是得你过了试用期再说。你这个人太狡猾了吧！就这么定了，为了你个人的名誉，为了你的弟弟，为了钱，为了我们全家对你的期待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正式成为我们家的管家，好吗？你要加油哦！还有，我妈呢，刚从国外回来，给她炖一个汤啊，要清淡一点，少油少盐。我对你有信心，我们全家对你都有信心，加油，孩子，加油！什么？哎，你等一下，姐，你必须得答应。你之前那个愿望清单上不是写让我师兄帮你澄清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你怎么还把机会往外推呢？你以前见他一面多难啊，你现在能天天见到他，你可以趁机软化他，跟他当朋友。我师兄那个人特别讲义气，是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。我跟他当朋友，我们换一个思维想，你之前不总是愤愤不平的说他整你吗？现在你去他家了，你随时随地可以回整他呀，对不对？而且为了一行，你得忍。万一我师兄认真起来，Peter 哥那边是一直想起诉一行的。我们退1万步讲，你不是还要还钱吗？我刚才师兄说了，1个月给你5万的月薪，5万啊，姐！你现在赚钱报酬2不误，多好啊！我师兄来短信了，啊，一会儿阿姨呢会给你一个正常的家政合同，但是你不要管上面的条款和那个报酬，真正的合同在这儿。这怎么那么复杂？你们怎么可以给孩子吃这种油炸食品呢？啊，先不说它是高油高脂的，啊，就是孩子的这个身体代谢都有很大的负担的，这是不行的。阿姨，你先别着急，这看似炸鸡，但它其实是用腐皮、土豆、青笋、香菇、青豆和一点面粉做成的。油呢，我也是用最健康的橄榄油，所以它只是看起来很像炸鸡，其实它对身体的负担很小的。不信你看，给您看一下里面。好了，那以后也不可以再给他吃这种油炸食品了。我知道了。行了，你去上楼陪陪小布丁吧，他念叨一上午了。那我先上去了。
出去吧。没来接我，这也太……杜萌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哎，咱俩已经分手了，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。不是，小二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别那么绝行吗？我都知道错了。错？你做错什么？错的是我，我眼瞎，怎么会喜欢你这种人？不是，你看你这来都来了，再说了，你这过来接我，就证明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就是来问你一句话。陈哥那边你去不去？人家一直给你留着位置呢，丽酒吧的生意都耽搁了。杜萌，咱做人讲点良心，咱俩闹归咱俩，陈哥一直待咱们不错，你要不去，就明确告诉人家。好，你跟我和好，我去唱歌。雪儿，你别跟我闹了，我离不开你，啊！你要是离开了我，还不如让我去死。那就死远点儿，我怕恶心。这妞够劲儿。你干嘛呢？哦。啊，梁玉轩！你怎么就走了？你不是你。这妞有钱。怎么了？差不多了。哦，你来看看，这个是一份合同和一份保密协议，你看过后就在上面签个字就行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边一天大概要工作几个小时啊？你还没开始工作呢，就开始谈条件了？不是那个意思，因为我刚在东方中医大学成为一个旁听生，我希望在这边工作的同时，也可以兼顾学业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这么忙，能做好我们家的工作吗？能，他能的。他现在正在学习药膳和中医理疗，是为了能更好的照顾您啊。我这个人不喜欢干活拖拖沓沓的，你呢，把这个拿回去看一下。愿意来呢，明天早晨你就把它签好字过来。如果不愿意来呢，也没关系，今天的钱我照样可以付给你。我知道了。喂，邱老师啊，我回来了，在家呢。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小布丁呢？在他的房间吗？哦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别人家的事你少管，我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，加油干。哦。站起来！小小的年纪，你学会撒谎了是不是？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病得明天晚上的钢琴课都不能上了？你明天晚上不上钢琴课，你要干什么去？小叶子邀请我们去他家玩儿。哦，玩儿比你上钢琴课还重要呢，是不是？还有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不能玩毛绒玩具，这样你的哮喘会复发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
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跟我回来！苏阿姨，那个毛绒玩具是我昨天买给他的，我不知道他有哮喘，是我的错。用我的电话给老师发短信，说因为生病不能去上课，是不是也是你纵容的？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。虽然我接触他的时间没有很长，但他看起来调皮，其实很听话，而且钢琴课的事我也听他说过，他很有兴趣，应该不会无缘无故旷课。不然，你让我去跟他聊聊，看他到底是什么想法，好不好？你，是谁哭得这么伤心啊？我没哭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眼泪不听话，自己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跟小阿姨说，你是不是很想去小叶子家？是。可是你要答应我，不管你多么想做一件事情，都不可以拿奶奶或是任何人的手机，哪怕是你去跟老师说你生病了。这算你让我答应你的一件事吗？算。我不是说过吗？只要你完成3件事，你就当还钱了。现在你已经完成任务啦，而且你表现得太好了，所以我决定额外再给你一个奖励。什么奖励？是有礼物吗？这样子，你明天呢，先好好的去上课。你生日不是快到了吗？等你生日的时候，我帮你举办一个大型的魔法派对，还帮你设计一个很漂亮的邀请卡，然后你就邀请小叶子来玩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而且呢，我还会顺便帮你把熊洗干净，让你送给小叶子，她一定会理解你的。好啦，不要难过了，送给小叶子，好不好？小艾，不是也被开了吧？别吓我！一航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昨天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？哎，你要不是我表姐的话，我真以为你想让我多蹲几年大牢呢。我姐呢？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姐啊是这样的，我给她呢找了个工作，什么意思？内容有点特殊，你最好别在家待着，要不这样，你出去找，转悠转悠，去会去，明天晚上再回来。你又把我姐给卖了是吧？什么叫做我把她卖了？我尽心尽力照顾她，我还罩着你。要不是我，你现在真的去蹲大牢了，你知道吗？小杨，你赶紧走，你别在我家附近转悠。我能去哪儿啊？哎，你知不知道有个地儿叫立场吧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去百度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哎，我没钱呢，姐。我转给你。新哥今天到现在一个工作都没有去。清平呢？联系上了吗？他去找过了，可是新哥不在家，也没有在美亚，手机还关机了。我让你放陆一伟跟粉丝搞暧昧的新闻，放了没有？今天早上放了，不到半个小时，直接上了热搜。新哥酒店的事情啊，算终于给压下去了。你给我盯紧了，你去跟贾长安那边的人说，如果他们节目组要推 CP 的话，我们的齐越和朱莉可以配合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这个是驰鑫汽车魏总他们那边发来的合同，法务说其他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唯独有一条，上面说合约履行期间，苏鑫一旦做出损害品牌形象的事情，我们需要全额的赔偿广告投放的钱。投放？他们疯了吗？啊，给我们代言的钱，让我们赔投放的钱，这中间差了好几倍呢。对啊，你让法务去跟他们沟通，明确具体哪些事件是属于伤害品牌形象的。作风问题不予考虑，他绯闻那么多，难道出一条我就得赔钱啊？
这样吧，我们的底线是违法乱纪，只有他违法了，我们才赔偿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去来。那你们先聊。行，你忙去吧。皮特哥，坐。昨天补录的怎么样？很不错。贾长安为难你了吗？意料中的事儿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啊，做好自己的本分。我明白。刚才呢，我跟琳达还说呢，尽量让《我就是我》这个节目推你和朱莉的 CP。我说过，我不干涉你们的私生活，但是你们得配合我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更好的处理，避免突发状况。谢谢皮特哥。先别光谢我啊，你们自己的事情，那要看你们自己怎么走。晚上有个应酬，本来苏星要去，但是呢时间有问题，你跟我去，可能要喝啊，你先吃点东西垫一垫。没问题。我的腰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的腰快！小霸王，哎，我说你好几天没上线，我以为你汽油了呢。怎么会？哦，对了，你在北京吗？对啊，我在北京。你来了。这个年纪的人更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腰部。没错。这次呢一定要坚持治疗，落下病根儿可就不好了。明白。我已经给你约了，我给你推荐那个按摩师，他售后就到。谢谢江医生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按摩师您合作过吗？合作过，你放心，人可靠，嘴也严。那麻烦您了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你是怎么做的？我之前明确跟你说，你的工作就是照顾好我妈和小布丁。我出去健个身的时间，我妈就受伤了。你，可是我，可是什么可是？出去！我现在不想见到你。苏欣真是太过分了，永远都高人一等。怎么了？你们又吵架啦？苏阿姨去取东西摔倒，我还救了她，她也不听我解释，劈头就把我骂了一顿。我师兄父母离婚的早，他打小是苏阿姨一手带大的，所以他生气很正常，你多理解多担待嘛。我理解他的心情，但他这样也太过分了吧？你说的对，不整整他，挫挫他的锐气，他以为好欺负呢。你要干嘛？姐，你要干嘛？你不能拿刀啊！你不能冲动啊！姐，你要理智，你干嘛呀？这是？你想什么呢？苏阿姨受伤了，我要给她做骨头汤。这位呢是江医生给你介绍过来的按摩师，你叫女当。啊。阿姨你好，叫我女当就可以。哦，你好，不用啦，我过2天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，哎呦，马上就该送小布丁去上击剑课了，我没事。妈，您就别操心了啊！正好我今天有时间，我去接送小布丁。您呢，别担心，好好的接受治疗啊。行，哎，苏欣啊，今天这事儿跟小艾可没关系啊。哎，你听我说完了，是我自己进那屋里去啊，想给小布丁找个玩具给他，结果不小心就把腰给扭了。亏了小艾进来的及时，不然的话呀，我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呢。哎呀，也是啊，我老了，不顶用了。打住！您儿子还没过青春期呢，您老什么呀？行了吧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快去吧。我妈就交给你了。好的。辛苦。阿
阿姨，那我们开始了。开始啊？哦，好吧。哎，我说，阿姨，我来帮你翻个身。哦，我得趴下啊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，你说这是啊，人老了是不顶用了。哎呦，好累。哎呀，就这样就行了。阿姨开始了。哎，好嘞，开始吧。阿姨，您可真有福气啊！我看您儿子真孝顺。那是。有什么好东西，我儿子都会想着我的。是啊，阿姨，你看我们这按摩都要1000元1小时呢，您儿子还嘱咐我多给您按摩几个疗程呢。哎，我问你，多少钱一次？1000元1小时。哦。你就是江医生介绍的按摩师吧？是的，我叫女当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管家孙小爱。苏阿姨情况还好吧？倒没有伤到骨头，就是肌肉拉伤比较严重。那她什么时候可以下床？下床没问题，但尽量多延一段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上去看看她吧。好。之前因为苏星的事儿，我们就忙活了大半天，现在陆一伟又跟粉丝搞绯闻，你说我们的节目怎么那么倒霉啊，贾老师？这未免也太巧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刚才 Style 那边来信息说他们想推齐越和朱莉做 CP。这个 Peter 真把咱们的节目当成他推新人的平台了。其实我倒觉得不是不可以。哎，你想啊，那个苏欣现在镜头少，陆一伟又在搞绯闻，咱们节目干净的嘉宾就只有齐越和朱莉了。齐越条件那么好，很有可能会爆红的。一旦他爆红了，上了我们的节目，那我们的节目不就翻盘了吗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但朱莉不行，这么多年一直不红，还不如那个潘佳宁呢。这样，你啊，去联系一下夏瑞，你问问他，咱们炒齐越和潘佳宁的 CP， 问他能不能接受。如果可以，现在就多不录一些他俩的镜头。这个潘佳宁今年可是有2部大戏要上，这势头比那个朱莉要强多了。有的。让郑友现在就设计桥段。行。那您到时候来看我们录影吗？我就不遭那罪了。我现在一想起 Style 的艺人啊，我浑身脑仁疼。咱们现在啊，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啊，我休息一会儿。不行不行，不能马上停下来，往前走一走吧。哦。来。哎，晚上 Peter 叫你干嘛呀？带我去可不可以？可能不太合适，因为 Peter 特别强调说，要我先垫垫肚子，我猜又是9绝。你别去了。那好吧，我最近有可能会总来找你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工作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小 V。哦，我在健身，怎么了？可以。好，拜拜。怎么啦？小 V 说我就是我，明天还要补录。哎，没有人跟我说那怎么？估计是你演得太好，不需要补。是吗？那我明天陪你去吧，我去给你探班。那太棒了。我们再来做一组核心吧。好的。走。哦，行了，就这样吧。苏阿姨，今天的疗程结束了，您感觉如何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你可以下地适当的活动，但是不能沉重，也不能摔倒。哦，知道了。
叫他下次别来了。服务有什么问题吗？1个小时1000块钱，我要是再让他给我服务，那我才是真正有病了呢。赶快把他打发走。知道了。我送你下去吧。这边请。今天辛苦了。我应该的。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来方便吗？明天暂时不用来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是不是病人感觉不舒服？我一个疗程还没做完，回去怕是要被投诉了。你别多想，苏阿姨平常待人不错，她不会投诉你的。她不喜欢按摩，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，对消费习惯有点不同。你的服务没有问题的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吧。记不记得叔叔跟你说过，奶奶受伤这段期间，你要像个小男子汉一样照顾好奶奶，啊，千万不能让奶奶生气，明白吗？来，那我就一定不能吃披萨啦。那样子的话，奶奶一定会生气的。真乖，知道替奶奶考虑了。那什么呀？这是我生日晚会的邀请卡片，在上面签过字的小朋友都会来参加。小爱阿姨叫我画的哟。难怪你这么高兴。不对，今天最高兴的是，就是你陪我去上击剑课啦。小不丁，今后叔叔一定会多抽出时间来陪你玩的。奶奶说过，男人都是以事业为重，我十分了解你的处境。你生日晚会能陪我的话，我已经很高兴啦。好的。找什么呢？小爱阿姨呢？小爱阿姨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啊，那她在我生日之前会回来吧？她答应给我办一个哈利波特的生日晚会。小不丁，听话，咱们呢，就先不办什么哈利波特的生日晚会了，让叔叔给你办一个主题晚会，好不好？比如说变形金刚主题的，还有什么主题的，只要你喜欢，叔叔都为你办。对了，你同学喜欢什么明星，叔叔都给你请过来，好不好？我不要这种生日晚会。小不丁，你刚刚答应过我的，要乖乖的，要听我的话。哼，答应如果不作数。小不丁。清扫工作已启动，请稍等。什么东西啊？给苏阿姨买的扫地机器人，它爱干净，这24小时都可以帮她打扫。看上去不便宜呢。你不是生我师兄的气吗？怎么想通了？君子报仇10年不晚啊！我决定从长计议。再说了，苏阿姨现在受伤，小不丁需要人照顾。我既然都答应要做他们的管家了，我就要负责任。你签合同啦？太好了，我可以让一航回来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事啊。我是说，你的大方会感化我师兄的，这样一航不是也能早点回来吗？
小布丁，小布丁。妈，哎，你腰好点没有啊？我没事儿。小布丁还生气呢吗？就是不理我。哎呦，这个孩子这个倔劲儿啊，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你趁早让孙小爱回来，啊！小爱，你怎么来了？苏阿姨又出什么事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孙小爱，就因为你，我妈现在一动不动躺在床上，吃饭上厕所都是个问题。你呢？啊，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一声不吭就走了，好意思吗？不是你赶我走的吗？我赶你走你就走啊？一个老人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，还有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等待你照顾。你作为一个专业的管家，能不能有点同情心？有没有一点爱心？有没有一点职业操守？我昨天已经去看过苏阿姨了，按摩师说她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，而且我还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，可以随时保持家里的地板干净。还有，合同我已经签好，我要去给苏阿姨和小布丁做饭。哎，等等，我再加上一条，如果甲方找不到下一任管家的话，乙方不允许单方面辞职。你这属于霸王条款。霸王条款又怎么样？我想你弟弟应该很急需当事人的谅解吧？嗯。我说你同一件事情要拿来威胁我几次啊？招不怕老，管用就行。喂，姐，我今天能回家了吗？你出来了。我昨天就出来了。好，你回来吧，我在家等你。一航。好嘞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效率多高！你1000字，你弟弟就出来了。不许我辞职是吧？没问题啊，到时候你就不要赶我走啊！这边也有，不可能啊！哪有啊？陈小海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？你做的这是什么？我没有。你做了些什么？小阿姨，我的功课做完了，我们可以去做小熊姐
然好，你好乖，我材料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叔叔，我可以去吗？我们能去吗？叔叔，你的眼睛怎么啦？没事 ，I'm OK， 风流呀。啊，去吧，去，走吧。我得送你算账。这件衣服我很喜欢，活动完之后送给我。孙小爱，过来。把这衣服给我熨一下，记得要一丝褶皱都不要有。别看我，熨衣服去。孙小爱，这个白果腐竹甜汤真是太棒了，简直可以跟星级厨师媲美了。你喜欢，我可以经常做。孙小爱，怎么了？不是按照你的要求，每一丝褶皱都烫得很平整。哦，小爱太能干了，素心，快来尝尝她做的这个甜汤，简直太完美了。不吃，减肥。幼稚！哎，一起来玩啊！来玩！儿子啊，过来，坐着吃点水果。你们玩，好好玩，小布丁，看好你哦。看这个，就像这种。休战，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你这就没意思了啊！今后咱们还是要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和生活的，对不对？老话说得好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再说，你不要以为我没有招弄你，我是为了家庭的和谐与安定。好，我再退一步，缩短你的试工期。你也希望我早点发微博挣钱吧？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原谅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不是没有你通告吗？我来给齐爷探班。哦，你是来探班的。
那麻烦你把车往那边开吧，这边是我们的艺人专用停车位。丽姐，你别这么叫，毕竟你还比我大呢。哪有？您毕竟是前辈嘛，叫您一声姐也是应该的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工作人员不懂事，还敢跟您抢车位。走走走，我们进去。我那个车里有个袋子，去帮我拿出来。好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上次录制完，本来想叫你一块儿出来玩的，可是我都没有时间，还有好多戏等着要找我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，不会。佳佳来了，那这样，刚好今天录完像我做东，晚上咱们聚一下。最近录像辛苦了。别客气。段老师好。哎。这个呢是我亲自做的，上次补录感谢您照顾。这是给你做的。我的。哎，丽丽姐，你可真厉害，这蛋糕看着可比外面做的还好吃呢。你真应该开一家蛋糕店，你更擅长做这个。周丽呢，之前演过一个西点师傅，她肯定是为了那个角色做了充足的功课。朱莉一直是这么认真。周老师，哎，我们一会儿什么流程呀？哦，是这样，我呀回去机房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剪辑的素材，哎，我发现你们两个人虽然不在一组，哎，但是那个互动萌萌的，我认为一定能炒成话题。你看啊，咱们今天节目呢设置成了这种爱心情侣料理啊，然后呢现场在录像的时候会突发一些这种应景的这个情况，看看二位如何应变啊。我反应能力可最差了，还请岳哥多照顾。没问题。那我就先去补妆了。来，佳怡，这边我带你去。凭什么呀？他们就是爱心料理，我就是黑暗料理，太不公平了。小薇，以后录制的时候啊，多拍点照片发给 Peter 哥。他们这是明显的要捆绑咱们家艺人炒 CP。你去把这些东西给工作人员发了吧。好。朱莉，很好吃哎，谢谢你啊。我宿醉了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刚才血糖有点低，你好贴心啊。昨天晚上怎么样？慢慢来吧，刚开始都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可以，来，各部门准备，我们准备录制了，修补。那我先准备录了，拜拜。郑老师，您看我都已经来了，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录的，我可以帮忙。哦，哎，月月，咱们还有角色吗？有一个临时演员没有来，是演服务员的。要不您来个服务员？是这样的，我下午还有通告，可能时间上来不及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来，准备。喂，我看到了。用工作室账号发微博，澄清 L 男星绝对不是陆一伟。
如果有人造谣，我们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行了，我大概知道是谁搞的鬼，不用查。嗯。大明星，有时间见一面吗？咱们叙叙旧。佩佩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虽然当初你离开 Style 去了11，闹得有些不太愉快，可我们还是朋友。既然是朋友，不妨有话直说，没关系。既然你开门见山，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。当年米娜力推你进公司，我就想亲手带你，可是 Peter 一直不撒手，结果还把我挤兑的不得不离开 Style。不过这几年看你发展这么好，我也替米娜感到欣慰。说句实话，我不知道 Peter 是不是有别的想法，居然能让你闹出这么大的新闻，被老姜那种人利用。如果我是你的经纪人，我压根儿不会让你接老姜这种戏的。你想做什么戏，演什么角色，我都清楚，而且我知道 Peter 是不会给你这些机会的。这俗话说嘛，良禽。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，我是第一次听。不过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。空白支票，没想到我在你心里还真的这么值钱啊！姐，在我印象里，你没有这么严肃啊。我这么想你，你想不想我吗？你一走2、3年，这之中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偶尔几个短信、几张照片，你还认不认这个家啊？你别说话就跟80年的电视剧似的，好不好？我当初不想上大学，更不想学金融了，都是爸妈逼的，而且你还是帮凶。我要是不逃跑这几年，难道我要断送我的青春年华吗？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好好坐下来沟通？你们听嘛！要是没有我逃跑这几年，你们愿意坐下来听听我真实想法吗？啊，都说为我好，但你们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吗？就跟这次一样，你一样没有领情啊，照样把我丢到派出所了。我要不是运气好的话，我估计我现在就坐牢了。小爱，你不知道我今天有多惨。我不打扰你们姐弟相聚了。你别走。过来。我问你，孙一航被放出来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也是想让你先把那个合约赶紧签好了。可是你看现在结果挺好的，一航也出来了，
你也有了高薪，而且随时有机会让我师兄给你道歉，这是一箭好多雕的，是不是啊？虽然过程里是有我不对的地方，可是结果是好的吧？姐，你不知道，我今天特别惨，让人欺负了。我要是再不讨好我师兄的话，那我以后真的就没有资源了。姐，别生气了。姐，我以后会多回家的，然后有什么事我都跟你商量，好不好？姐，别生气了。好了，你们别闹了。肚子饿了吧？想吃什么我去做。我要吃米粉，大份的。我吃减肥餐啊。知道了。哦，对，姐，我还邀请了一个朋友过来，多做一份吧。你在北京有朋友啊？孙一航，你请朋友上我家来干嘛呀？打死你！ Hello， 是你？小霸王？不对啊，跟我以为那是个男生啊！啊，师傅，你来了。小霸王，你们认识？进来吧。好。我来吧。你知道，当初我见 Peter 的时候，我在他心里值多少钱吗？一文不值。我们两个能走到今天，你觉得我是会因为钱跟他在一起吗？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消息，不过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，我是不会离开 Peter 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你怪我把米娜送出国，那你又知不知道这些年是谁挡了米娜回国的路？我听到什么消息确实不重要，但重要的是你拿 Peter 当兄弟，他拿你当兄弟了吗？哎，告诉你们啊，导演休息，就你们这种二把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谁是二把刀？我是演员。走走走。呀，导演，小朋友，我告诉你啊，要先弄清自己几斤几两再发脾气。行，哎，行了，导演，不好意思，您忙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啊，哎，行。哎，凯哥，给您倒上啊。我敬你，凯哥。哎，凯哥。苏苏这个角色的事情啊，就全拜托您了，干！对，凯哥。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会替你们争取，但具体能不能上，还是得听人家导演。对，哎，但是呢，凯哥，您太谦虚了，谁不知道您呀？您是这个副导演行业里的老大呀。凯哥说句话，那导演都得让3分啊！来，凯哥，我给您倒上啊！哎，我再敬您。哎，这苏欣怎么喝不动了？能喝，大哥，我陪你一个，我先干为敬。敬凯哥啊！哎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！哎，没事，想睡回家睡。没，不好意思，睡着了。主要是这通告出的太早了，4点半，天没亮就让我们来了，一直等到现在。台词看了吗？看完了。想等就继续等，不想等就走人。等，您跟导演说，不着急啊，我们能等，再等1天都没事儿。惯你毛病，不好意思啊。行了，思思，你睡会儿，没事，你坐，你睡会儿，我没事，我看一看。啊，没事吧？
事儿。我觉得这事儿能成，别等咱成了以后啊，挨个喝死他们我。什么？先生，请结一下账，628。多少？628。628？对。什么就是628呀？刚走这位先生带了2条烟。我所有钱就剩这些了，我算了算，还能在这儿撑个1、2天。我一会儿就去剧组，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你是艺人，你不能去。求人这种事儿，我来做。啊，你吃点这个，啊，还有水，哎呀，喝点水。杨子，不管我今后红不红，你为我做的这些我不会忘的。你敢忘？你要敢忘，我饶不了你。喂，凯哥。好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副导演凯哥来电话了，他说这个戏的男3号怎么了？定你了。定你了！爱过痛过，爱过笑过，谁懂我疯癫背后的深刻？让我只是我，不完美的我，高峰里走过低谷跌师傅，起来吧！这个就是我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已经红给你看。唯一的信任，我看我想着看运气陨落，天会放晴的。来，七月不错，我听小薇说了，这次补录的效果非常好。你和潘佳宁的 CP 呢，我会让琳达继续跟进的。如果播出的时候有话题，炒一炒未尝不可。马上要首播了，如果播出的时候效果好的话，我就用其他的工作推你。可是朱莉那边，哎呀，七月，工作和感情一定要分开才对，这种道理还让我告诉你吗？啊，总之你按照我说的做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你才能一步一步的接近朱莉。不然，你以为朱莉是那种你说几句情话就能动心的女人吗？嗯，不是。你听没听过那句话？艺人动动嘴，经济跑断腿。光鲜亮丽永远是台前那位，脏活烂事儿全是我们来担着。追着人家后边擦屁股，人家还觉得你手脚不麻利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呀。你不会也变成这样的人吧？我一直都很感谢 Peter 哥为我做的这些。七月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圈子里最不缺的是什么吗？人。全中国那么些人，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不可代替了吗？瞎掰！我能陪着他打天下，捧红他，别人我照样可以。喂。那你知道这个圈子里最缺的又是什么吗？资源。你现在什么都不差，就是资源差点儿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，就算是苏星的资源，我都能帮你抢过来，信吗？别的我不敢说，
但未来不论我走到哪一步，我都不会忘记 Peter 哥的提携。我们永远会是在同一条船上的。说得好，来，谢谢。哇，小艾，你这个米粉辣而不燥，厉害。你给我的案本，我可不是随便看看的，我里面加了秘密调料。是吗？什么呀？不告诉你。我看是加了狗粮吧。墙外哪儿都有你，你情感之路不顺啊，嫉妒人家。顺了，老顺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离路上还没有人，哪像我姐呀？胡说什么？我说啊，你们两个人这个缘分，不就是男一女一在偶像剧里的配置吗？啊，哎，你主角光环呀，都已经闪到天边了，好吧？反正不介意你做我的姐夫的。啊，你再乱说，我以后不煮饭给你吃了。啊，苏阿姨也差不多要醒了，我要过去看一下。一朗，有空常来玩。好，一定。哎呦，你们姐弟俩真的是，怎么招待客人在别人家里招待啊？我做饭啊。孙一航，自己洗碗。你是不是想追我姐呀？我跟姐就是普通朋友。什么朋友啊？你这个眼神都出卖了你。啊？这样，你给我3件橙装，我就帮你狗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进来。你一大早上我们家来干嘛呀？万一让我师兄看见了误会多不好。我听 Peter 哥说，我就说我要播了，所以想找你庆祝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有注意到时间。啊，节目要播了，谢谢。节目终于播出了，希望首播效果好，这样我们吃点苦味陪大家吃。但我听说节目部有意要炒我跟潘佳宁的 CP， 我怕你误会，所以不会，我理解的，怎么会误会呢？这种事情不用跟我解释。啊，对了，我对小薇说，Peter 哥在帮你谈一个家纺的代言，如果节目播出效果好，就会签约的。对，那个广告我听说是总是一家子或一对去拍，如果你真的签约的话，能不能和 Peter 或者客户说一说，也带我一起啊？你放心，我会帮你争取的。等我好消息。谢谢。那这间呢，是苏星的礼物房，这些礼物都是苏星的粉丝们送的。以后你要常进来，把这些东西啊归归类，摆摆整齐，不然的话，以后都没地儿放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苏阿姨，我扶你回去休息吧。我不用你扶我，我又没残废。苏星哥哥，你好，不知道你能否看见我的礼物？这花是我亲手给你做的，却不知道明年我是否还能为你亲手做一束这样的花。也许今年是我人生中最后的一年，真希望今年的生日能和你一起唱生日歌，吹蜡烛。不过这只是我的奢望而已。这个月18号是我的生日，
我会在心中默默祷告，苏欣哥哥能看见我的礼物。祝你每天开心，永远支持你的小雨。这个是我今天整理礼物房的时候看到的。你的粉丝生了重病，好像撑不了多久了。这个月18号是他的生日，他想跟你一起过。我看这2天好像挺清闲的，要不要过去陪他？你哪只眼睛看我很清闲了？我再跟你重申一遍，要时刻认清自己的工作内容。你的工作是打扫礼物房，而不是查看我的礼物。做饭去。又吃？你不是才刚吃过吗？我饿了行不行啊？那我没事当成像你这样的，我妹都知道克制，晚上什么都不敢吃，只敢喝白开水。你倒好，一天吃几餐啊？下不戏增重总可以了吧？我总不会每件事情都向你汇报，对不对？孙小爱同学，我希望你能认清楚自己的工作，好吗？我是为了下不戏增，你干嘛去啊？买菜啊！你吃那么多不用买菜。往那边去。嘿，你还真听话呢。孙小爱要是有你这么听话就好了。停！那边去。孙小爱，给我停！这是个什么？孙小爱她都比你听话，给我跳个舞。孙小爱，孙小爱，你过来看看，往前走。我听说新哥参加那个真人秀停播了，真假的？你说真的假的呀？你没看到我一大早就被给抓过来，一直处理这个事儿。你家老板放假，你也太放松了吧？现在公司里的人啊都在讨论这件事呢。可怜的启月，本来还想靠真人秀搞一波热度，谁知道白费劲了。你是没去现场，真挺苦的，新哥白遭罪了。新哥派头多大呀？穿件衣服在机场转一圈都能霸屏，还是我最惨了，跟到齐越这个扫把星，好不容易上个真人秀，还遇到这种事。哎，我本以为啊，Peter 哥那么看重齐越，跟着他我很快就会吃香喝辣，谁知道却是这个结果。行了行了啊，你也不要抱怨了。我就跟你说，只要 Peter 哥多待见齐越一天，一点事情都没有的。那有什么用啊？不受客户待见啊！照这样下去，我迟早给喝西北风。
喂，Peter 哥。好，我马上来。王总，咱之前谈好的合同怎么临时就变了呢？Peter，哎，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，你也知道我是个藏不住话的人，我可就有什么说什么了。我们要的是苏星，你说你不想跟我合作，你就直接说呀，我 OK。可你非要推一个什么新人，还说是上过大热的综艺，能爆红。可我收到消息，说这节目已经被封杀了。王总，王哥，这几天不见，您这脾气见长。您看啊，我到这儿一句话都没说，你这火层就上来了。来，小七，你喝杯茶。哎，哥呀，你也知道，现在的苏苏名气大了。我的话呢，有时候他也不见得听。就为这个，我可没少受那夹板气啊！我给你推荐齐越，那也是为你们这边着想。好了，你就不要说这么婉转了 ，Peter。总之一句话，要么苏星，要么一切免谈。我呢还有个会议，我就不送你们俩了。Peter 哥，有什么话，外边说。走。姐，你快走两步，我还约了别人。刚才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哎呀，你不要无精打采的，齐越。王总那种反应很正常，广告商也好，资方也好，那都很现实。明天我约了几个投资人，你准备准备。准备着继续被奚落吗？你这叫什么丧气话呀，Peter 哥？这是真心话，心里话。那些客户们，他们就只是把我当成苏星的替代品，成天推来推去。齐越，这都是成名必经的过程。Peter 哥，这几天其实我想了很多。我想了那些客户们常说的话，我觉得没有错。可能是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吧。其实我根本就不适合这个行业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所以，我退出吧。齐越，你最好想好了再说。我想得很清楚了。这段时间，谢谢 Peter 哥您的栽培。我退出了。齐越，齐越。大哥，杜一斌跟你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不会为了活着而背叛信仰。魏部长，今天来找你，其实是我错了。我已不是当年的魏国，该走的人是我，该走的是我，是我。喂，明哲，怎么突然间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我是大明星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还能干什么？看剧本呢呗。最近在减重。哦，对了，过2天我还要找老师教我吹笛子。我可不想当摆设，太假了。对了，西江冷月的剧本你看了吗？我的角色写的特别的好。您可真有闲情逸致的。我不是跟你聊剧本的。你还记得之前 Peter 跟王总出去了几趟吗？我终于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Peter 想推你们公司的一个新人，叫齐越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要不是因为真人秀节目停了，合同早就签了。Peter 可真够有心的，知道咱俩关系铁，就故意绕过我，直接找王总。
然后呢？哪还有然后啊？我估计之前老王动心，是因为他以为齐越有爆红的潜质，现在节目一听，他立马清醒了。唉，我刚从老王的办公室里挨了一顿骂出来。你说你是不是得罪 Peter 了？他想给你剃掉用新人。明哲，你跟我开玩笑呢吧？现在别说 Peter 了，整个 Style 公司都是靠我养着。Peter 是个精明的人，孰轻孰重，我想他心里自有分寸。兄弟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这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你的忠告，你别不放在心上啊。拜拜。说有信息找我吗？齐越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啊？啊，对呀，您怎么知道啊？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。这两天齐越的情绪波动比较大，非要说自己不适合做演员，想要退出演艺圈。我要你去提醒他，在这个时候，他应该怎么做。哥，你让我去提醒他，他那个人主意很正的，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听我的。不确定，你对他很重要。恰巧呢，他对我也很重要。所以我要求你现在确定，别让我为这种事情太操心，不然我哪有精力帮你去物色新角色呢？好的，那我这就过去，放心吧。喂，姐啊，我今天临时有事儿，没办法陪你买菜了，我安排叶朗陪你。嗯，拜拜。Peter， 知不知道我的节目为什么被砍啊？台里领导说了，苏星的镜头太少，与宣传不符，补录的乱七八糟，与主题不符。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呀，那是因为苏星他不配合。我们的合同里可是签的明明确确的啊！你给我打住。第一天，苏星一早就到了，没有迟到。你们因为某位女嘉宾不到位，没有录影，对吧？第二天，你们的摄影师跟丢了苏星，没有拍到镜头，对吧？晚上你们设计的不够严谨，安全导致苏星腰部受伤，对吧？你知不知道我费尽多少口舌才让公司不起诉你们的？你还不知足了，跑到公司跟我对峙，你对峙什么呀？莫名其妙。哎，苏星不参加补录，你提供给我一个贡献不了任何收视率和点击率的齐越给我。现在好了，我的节目被停，要求整改。这损失，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担吧？不然呢？哎，这样，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？只是要求整改吗？也就是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，对吧？这样，我答应你，等你这边筹备好了，苏星的档期我帮你调，第二期尽量拍得漂亮一点。
哼，还第2期？谁不知道整改意味着什么？广告商撤资，台里下了禁令，哪来的第2期 ？Peter， 别怪弟弟没提醒你啊。这事儿你要是不帮我解决了，我就把那些素材全都放到网上去。老蒋，咱们认识时间不短了，但是你一点都不了解我。我这个人最讨厌，也最不怕的就是别人的威胁。这期节目已然这样了，你让我怎么帮你补救？与其抓着过去一直矫情，不如好好想想今后该怎么办。你手里有苏星，你还害怕没有第2期？我都答应帮你协调他的档期了。如果你还不满足，那你连苏星都没有了，你就守着一堆没用的素材吧。你不是要放网上吗？你放去啊！你看看到时候骂你的人多还是骂他的多？行了，赶紧回去做策划案吧，我等你消息。你赶紧回去吧。神经病！七月，接到你电话就马上过来了。怎么了？这是喝这么多，心情不好啊？你看我是谁呀？你说什么？他们把我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，把我当空气一样忽视，再把我当废物一样侮辱。我就不懂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苏星？为什么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得起我？你不要钻牛角尖好不好？每一个明星呢，成名之前多多少少都会遭受一些苦难。成名之前当备胎，这太正常了。备胎？我连备胎都不是，我就是一块补丁。哪里破了，就往哪里塞。自怨自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你是想当补丁，还是想当明星？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。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师兄比，那你在这儿喝什么酒啊？你应该去请资方喝，请制片人喝。你以为我们试过吗？我都试过了。他们呢？他们连瞧都不瞧我一眼。在那个状态下，我就是什么呢？我就是一个 loser。像这个样子才真的像个 loser。朱莉，你干嘛？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我不用拍戏，我都可以养活你，所以你跟我一起走吧。你也不要待在这里了。秦月，你放手！哎，你疯了吧？亏得 Peter 哥还想把你当做我师兄的接班人培养。我看他真的是瞎了眼了。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到苏星，我最痛恨的就是别人在我面前提到苏星，把我跟他放在一起。苏星的名字确实不应该跟你放在一起，因为你不配。齐越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师兄的成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。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他这一路走来吃了多少苦，遭受多少非议，是你和我想都想象不到的。你看他什么时候退缩过？他什么时候哭哭啼啼的跟个懦夫一样？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条路好走，你要是撑不下去就趁早放弃，别在这给我装疯卖醉，真的很丢人。
那想的怎么样了？按照计划呢，我这个节目原本这几天就要开播了。航航呢，他也想好了怎么在网上去制造各种的话题和各种的舆论的跟进。这个节目它现在突然没有如期上线，我们被弄得特别被动。所以我想的是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们赶紧给齐越去找一个更加有支撑点、不一样的卖点呢？你说说看。要不我们也给徐越走走小鲜肉的路线吧？拜托，小鲜肉现在满大街都是，根本就值不得关注的。我想的其实是，我们不要以艺人的身份去把齐越往外推，这样实在太高端了。齐越不是喜欢健身吗？能不能以他喜欢健身这么一个爱好作为一个支撑点，就是说，最帅健身。收到收到，干得漂亮。没耽误你时间吧？你看我像是天天待在研究室里的人吗？那我没耽误你打游戏吧？你们家一行有时候为了什么团战，都会把我一个人丢出来买东西。我说你就别损我了，好吧？哎，我去游戏机厅让你发现，我打网游也让你发现。你说我这么多年辛苦经营的老中医形象，在你这儿基本上是荡然无存。你今天要买点什么？啊，我雇主的小孩要办生日会，我想要出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。如果你要是觉得无聊，你随时可以走的，没关系的。不会啊，我正好也要买点东西。好。这孩子是我的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做新娘梦呢？我的新娘梦早就碎了。我和我的未婚夫是青梅竹马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决定，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他。原本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，买房子、订婚纱、筹备婚礼。可是谁知道呢？在婚礼的前夕，我居然发现了我的未婚夫跟我的伴娘有了孩子。你说我是不是全世界最傻的新娘？所以你才决定背井离乡来到这里。本来以为只要离开小镇，就可以忘掉那边的一切，但是我错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
在这里，站在人群中，我反而觉得自己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，让我更想念自己的家乡，想念那边的水，那里的家，还有那个我每天给他送米粉的老爷爷。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？你说我是不是老了？苏小安，开门。苏小，来了。哎呀，来了来了。我才知道阿姨受伤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我告诉你，你是能替我妈治病啊，还是能帮我妈受伤啊？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我情愿我去替阿姨受伤。我发现你变了。我变了？这么恶心的话你都能说得出口，我这当儿子说不出来，你一说起来的话，真的是张口就来呀。苏苏，现在阿姨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去找一个国内有名的理疗师啊？不用。第一，他伤的没那么重；第二，我给他找的理疗师他都嫌贵，都给开了。好，哎，总之呢，任何需要我帮忙的，随时跟我打电话。苏苏，哎，那天我说话语气重了，你别介意啊。敏娜和小布丁的事情，如果1年以后你想公开，我完全支持你。毕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一路走来都是我陪在你身边，你的心思我很了解。但是你想想啊，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们付出多少才有了今天的成果？你不是不知道。那天呢，我也是关心则乱，口不择言了。你为了让我开工，真是什么都能忍啊，佩服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，苏苏？我是打心眼里关心你，我才这么说话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愿意开工的话，我更高兴。哎，你想想啊，自打你从剧组回来到现在，给你安排的所有工作，你没有一个去的。你知道我承受多大压力吗？不就是老谢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吗？他拿你没办法呀。哎呦，苏苏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不是，他是拿你没办法，他有1万种对付我的办法呀。哎，苏苏，你看，你一天不露面，耽误多少事儿？不耽误。你不是新人挺多的吗？随便去一个不就完了？再说了，我工作很简单，无非就是在摄像机前摆摆 pose 而已，没事。哎呦，不，苏苏，你不能这么说啊！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。不管我手里有几个新人，我手上最好的资源永远是给你留的。我考虑一下吧。你看今天的通告啊，好，你先考虑考虑啊。那什么时候考虑清楚了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先走了啊。那我就不跟阿姨打招呼了啊，你跟她说一声啊。苏星的名字确实不应该跟你放在一起，因为你不配。我师兄的成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他这一路走来吃了多少苦，遭受多少非议，是你和我想都想象不到的。
你看他什么时候退缩过？他什么时候哭哭啼啼的跟个懦夫一样？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条路好走，你要是撑不下去就趁早放弃，别在这给我装疯卖醉，真的很丢人。我买个菜怎么还不回来？我回来了。买个菜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我除了买菜，我还顺便去超市，顺便去商场买了些小布丁生日要用的东西。你说你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你就没找个人送你啊？我跟一个朋友。先生，我们还没有营业。我来应聘的。什么职位？什么都行。调酒会吗？会。别琢磨了，他不是你能想象多的。你要是泡妞，晚上7点以后再来；你要是诚心来应聘的，来给我露一手。老板，对不起，常在河边走，还有不湿鞋的吗？你再给我次机会吧啊！你让我当服务员、擦马桶都可以。你小子有点意思。这丫头感情路可一直都不顺，简直跟我一模一样。你要是踏踏实实来工作，我欢迎；你要是一肚子坏水，你可别怪我收拾你。拿着。谢谢老板。
你这是在刮土豆啊？还是在自残？哦。哎呀，家里就算再有钱，也不能这么霍霍。对不起。你今天很反常，是不是在想谁？是不是今天送你来这个人？无聊。哎，被我说准了吗？哎，长得好不好？帅不帅？看过电视剧没有？啊，什么职业？你是不是还想要跟蜘蛛亲密接触啊？雨轩，你好，我叫孙一航，新来的调酒师。给我来杯酒。好，马上就来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雨轩想喝我调的酒了。雨轩，我刚下飞机就赶过来了，这几天在外地呀，想死我了。我想好了，咱们这合同这几天马上就签，就凭你这条件，肯定能火，绝对没问题。怎么了？脸那么臭？成哥，那什么玩意儿？哦，他是雨轩的爸爸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太谢谢你了，陈哥，吓死我了。陈哥，你能把这个小公仔借我用用吗？干嘛呀？我呀，想去讨好一下我未来的岳父。那你去吧，给你。谢谢陈哥，你简直就是我再生的父母。伯父你好。你谁呀？都喊什么？伯父你好，我是雨轩的男朋友。这次见面有点仓促，没有提前准备，这是给您的见面礼。这小子说的是真的。雨轩，你爸爸怎么走了？一句话没说他就走了，他不喜欢我。那可是我的金主啊！雨轩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陈哥他说。这件事呢，就到此为止。但是我警告你，以后离我远一点。